真的超级舒服，它可以穿戴一整天。打羽球容易受伤的部位，第一个手腕。这款护腕贴合手腕，有效加压，不易滑动，不用从拇指固定，不影响发力手感。第二个脚踝。这款护踝具有空气针织技术，让护具与身体融为一体；八字绑带技术，稳定关节，达到重复贴扎的效果。第三个，膝盖。这款护膝具有调节带、急停减震、专利细胶固定膝盖骨、美利诺羊毛。恒温排湿，非常适合炎热的夏天。预防胜于治疗，舒适透气、活动自如的羽球人必备护具，我都帮你选好了。安东保尔芬德联名合作，羽球人3套件，独家优惠，限时1周。Hello， 又来到我们素人改造的第2集。国哥，我们上礼拜学完以后，感觉怎么样呢？整个在打球的过程当中，运用起来非常的顺畅，比较有像那么一回事了。觉得进步很多。想问你今天想要学什么？我一直想学的就是滑拍，因为我觉得滑拍在欺骗对手的情况之下，可能会非常的第一个省力，然后假动作可能也会比较大一点，然后感觉起来也比较像是很轻松的在打球，所以我想要学的是滑拍。感觉滑拍特别的帅。对，就一个帅字。那因为自己帅不起来，所以要请安东教练指点，怎么样子来做滑拍才是比较正确的。各位观众，你们也想要学滑拍吗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滑拍的话，我先稍微讲解一下动作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请国哥示范一下你的动作。所以我们的滑拍，你的高远球一定是要已经成型了嘛？你的架拍，所以你的高远球到底线。你的杀球会，那我们用一样的架拍动作，在击球的时候呢，改变你的击球的拍面，去打球的左侧，那球就会形成我手臂向前挥，但是球往右边跑的效果。概念上就是这样。其实我现在还没有看你的动作，基本上大部分的人会产生的问题，请问你是要打球的左上方，还是打球头？球头，你的球这样落下来的时候，你打球头，球头在这里，球头在左下方，应该要打左上方，所以你其实会打到球毛。对，你只要一撞球毛，球头会自动转向你，对，然后你就可以打到球头了。这是所有切球、切杀的一个关键的概念。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你现在打的情况，走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你的手臂是往右走，然后你又去滑它，你这样子的话，你根本没办法用力去切那个球，为什么？因为就不顺，不是吗？因为你已经往右走了，你再去加速滑它，切它，球就界外了。所以基本上你是一直在收力。对，你一直在收力，因为你只要角度一大，它就出去了。所以要怎么调整？就是你要让球速更快的话，就是你的手臂不可以往右走。你看，是这样子，是这样，是不用滑拍，因为你已经转过来，你只要手臂往前走就好。那你现在这个情况，你还滑拍？你就不能加速，因为你加速它就会去外面。了解。你调整一下应该是要向前，是向前，然后加速，可以先切中间，然后切快一点。像这样子。漂亮吗？有那么一点感觉，向前，这样子才会有隐蔽性，隐蔽性才会出来。手臂不可以朝着你想打的方向。OK， 所以你刚刚的手臂该是向前，有时候是向正，这样 OK 哦。那可是如果你是向这里，就没有隐蔽性。
根本就一样啊，就是太明显。那我再来给你一个观念，请问呢，我们是直接打球的左侧，还是打到球的正面以后呢，往左边滚，是哪一种？应该要打到球的正面，再往滚的方式，会更快一点点。谢谢，错了。是啊，这就是关键，这就是关键，这就是关键。大部分人都会以为是打到以后再滚，那你打到以后再滚，球只会是慢的，打到还反而是慢。你要直接削左侧，球才会加速。当你是撞到以后滚，等于是以物理来讲，我不是物理学家，但是碰到以后再去摸它的左侧，这是把力量消掉、卸掉、消掉。对，因为你接触到2个方向嘛，滚，然后是卸力，只是卸力，直接插就是插左侧，所以在击球的同时间，就是直接削球的左边、左侧，对，左侧。我们的正面是摆给对手看，但是我真正在接触到球的时候，不可能先撞正面再转左侧。我一直错误的认知，可能就是想说，因为第一时间接触到球的情况之下，球才会加速的出去。那事实上不对，不对。观众朋友，你有这个问题吗？你也会碰到。下方留言告诉我，90%的初学者学滑拍都会碰到这个问题。我直接做一个正手的给你看。好，因为正手跟滑板是一样的，我这样子就比较快嘛。那如果我这样子再滚下去的话，其实它就不可能加速，这就是卸力，就是刀嘛。我这样好了啊，看到吗？当你是先打到正面，再转去右侧的时候，球是完全不会过网，因为被包住了，你根本就卸力啦。所以基本上，如果你是这样子再这样子，应该是会直接这样。应该是还是打到他的右侧的，直接拍面就是直接是斜的，那我直接跟球接触。然后我现在包，知道吗？力量就卸掉。对啊，就卸掉了。一个是刷出去，一个是包起来。那滑拍是完全一样的概念，这是给他看，但是你到这里，可是你前进的时候已经。这边开始已经转，你打到的时候完全是打左侧，不会到这边才开始转。这慢慢那个感觉对了。对，好。因为我刚刚觉得我那个声音好像不像你们那么丝滑的，还是有砰一点点小小的砰，是因为我还是有打到头的。切的不够多，但没有关系。我觉得，除非你是要球要比较短，不然你其实不要切太多，因为你切太多，球速会减速。那我的下一个东西要做的是，我们在切的时候，你的身体才会出来嘛，变成比较正。你的身体正的时候，对方比较难判断你要切哪里，因为看起来会像沙子线。然后第二个是，我只用手臂往前挥，速度会比较慢。所以我要用重心转换去挥拍，所以我的收左手加重心转换，收左手加重心转换。所以你看我打完球以后，我先做一个沙子线的动作，然后我打完，看起来跟沙子线完全一样嘛。因为我的身体是接下来最后会又面向这里，左前方收拍了嘛，所以它就是沙子线。那只靠这边，那这样子的话，隐蔽性才会是最高。像你刚刚后面已经有比较好了，就是当我提醒你把手臂往这边挥的时候，先不管球最后落点如何，基本上那些球才有真正有骗到我。我们这边要提醒一下观众朋友，我们的手的握拍也很重要，你能够握，你才能够用到你的手指。如果你握得太里面，或是握拳太靠近虎口，基本上你的手指就不能做了。所以我们打这个球的时候，手指其实不是主要的，我们其实是可以用重心嘛，还有小臂的，然后控制手腕，还有手指。当你完全握紧的时候，你的手指是完全不可能去操控拍面。所以怎么样握呢？不能太紧，留一点空隙，你关起来还是要有一点点空间。
空隙，所以我可以随时把空隙打开跟关掉，捏这样子。我们变成说，如果有些情况，我一般是用小臂跟手腕配合，像这样配合。可是有些情况，我想要让球掉得快一点点的时候呢，我的食指是可以用力，我的手指可以去用力，上三指这样用力，所以它可以忽然间改变那个球的速度。如果你的滑拍切球球速很慢的情况下，通常也有可能是因为你握太紧，让你的手指的没办法进去作用。宝可芬的羽球人3套件一次满足，下方有安东的购买链接哦。换一位学员来为大家示范。大家好，阿婷，滑拍切球，滑拍切球。哦，力道很难掌握。哎呀，方向也是。阿婷的滑拍切球就是你的切得比较薄，掌握的更好，前面的架拍动作也比国格好。你在打的时候，你是用手指转吗？手腕转是不是？我用手指转，所以前面带动就会觉得有点卡卡的，就是有时候会太大力，有时候会太小力，因为我太专心在只用手指去转，手指就轻滚就好，不要不要再刻意去处理，不要转太大，然后把手腕转加进去。你在打的时候呢，你的球可以再长一点，就是有点像切杀一点，不用像这么薄这么短，快一点，长一点没有关系，让它球再更快。目前是太薄。你现在打到的球的时候呢，你的拍头是在手腕前面，还是在跟手腕一起，还是这样子？以我刚刚的手感来看，我觉得是在第一种比较多，在正上方比较多，因为我是用手指这样子触到球的感觉比较大。这样子，如果是第2种正上方，前方手腕退后嘛，哦，然后第2种是拍头跟手腕一起，第3种是后面嘛。哦，还有后面的，因为你2跟3球会比较短，但很容易失误。你尽量在第1种去打那个球，然后偶尔第2种没关系。第3种是几乎是更被动的时候，后仰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去包，所以这样子球是会变得有点抛物线。对，那就会被人家扑了，效果就不好。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会被扑。对，因为有可能你架得好，他上不来。所以。像你刚才打的时候，你的球啊是在这里，是这样过的，你不是这样过的，你不是贴着网子过，你还是离网有高度，代表你的击球的时间点还可以在更前面，你的拍头可以到这边的时候，你手腕操控，所以你的拍头可以在更前面。那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滑拍切球，国哥。每一样东西好像都不同。之前呢就觉得说，好像把球送到那个位置，好像就是，但事实上呢，那个认知完全是错的。因为第一个也没有隐蔽性，那第二个呢，出球也没那么顺。虽然之前做的那个动作只是为了把球做到那一个位置，好像姿势全部都跑掉了，那也就失去这一个滑拍应该有的一些隐蔽性或者是欺敌的效果，所以今天这样子学下来，真的差别非常非常的大。经由刚刚这样子安东教练的指点之后呢，我会更加努力，我会把那个效果做到像安东教练一样我不怕苦，但是我会拼命一直练。谢谢。这个很有专业性。本来是有想法想直接打我会的东西，但后来才发现我不会出力，我不会那个发力，然后我只会把球送往那个地方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是最好的、正确的打的时机。那今天指导一下，才发现说这个时候该出什么力，这个时候该怎么推，它的效果才是最好。那今天调整了一下，才打个5分钟，就马上变得很像专业选手。跟你想象中最不同的是什么？滑拍切球打的位置吧，打球的位置要在球的什么位置，然后你该左上方。那你该在空中的时候，球头是在前的，它不是在正上方的去做触球。所以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们想要学什么技术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
如果这期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鼓励我们制作更多的好内容哦。哦，安东真的太不专业，应该要说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谢谢专业的果哥。